What's up, it's Enzo，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Jordan Why Not 0.1威斯布鲁克一代篮球鞋的实战测评。威少一代呢是我2018年年初最期待的一双实战鞋。虽然我在测评里面很少谈及球鞋的外观，但是说实话，这双鞋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正是它的这个造型。这个造型呢非常像00几年的时候，也就是10多年前 Jordan Team 鞋款的那种设计风格。当时我还很小，看那些篮球杂志，我就觉得有一些鞋看起来非常帅，长得就像面包一样，质感也特别好，就是这种类型的造型。而且当时 Jordan 呢 logo 也都做得非常的小，非常的不显眼，但是一看就知道这双鞋是 Jordan 的，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而且这种设计的风格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直到这双 Why Not 0.1的出现。而且说实话，这双鞋到现在也出了不少配色，这个白黑配色是我唯一能接受、我唯一喜欢的配色，因为只有这个配色才有当年老 Jordan 的那个感觉。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双鞋的造型其实是要么非常喜欢，要么觉得特别丑。好了，外观的东西呢，没有必要多说，见仁见智。我们废话少说，我们直接来看这双鞋的实战性能。首先来看外底的抓地力，这双鞋的外底纹路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整体上看，你可以认为它是人字纹，但是它的条形纹路中间都是做了切割的，纹路被切割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形式。在前掌的抓地表现是非常好的，而且不是特别怕灰尘。但是我对这双鞋整体的抓地力是非常不满意的，问题就出在它的后半部分。让我非常不理解的就是后跟的这个地方，因为它后跟的纹路这些条纹是顺着你制动的时候受力的方向的。这样的设计呢，在外观上是将外底和后跟的这个地方设计纹路做了非常好的呼应，但这明显是一个追求了设计而牺牲了性能的设计。我第一次穿这双鞋那天，我就试了一下抛球双脚起跳的空接扣篮，结果我一个大屁股墩儿就坐在了地上，因为它的纹路是顺着我脚落地制动的方向的，所以它没法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摩擦力，帮助我把我的这个动作停下来。而且这双鞋的外底是非常平的，但是在后跟的地方呢，有效的抓地面积收得非常窄，它后跟地方的边缘呈一个非常生硬的一个角度，不像是比如说欧文球鞋那样或多或少都采用了圆弧形的设计，这样可以让你的落地变得非常流畅。然而这双鞋的落地呢，非常的不流畅，你落地的感觉呢，就像是穿着一双皮鞋或者是高跟鞋落地，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一点点的打滑，就会导致整个抓地力的崩溃，就很有可能导致像我那样摔倒的现象。但是也有可能是当时这双鞋穿的时间还不够多，这双鞋我入手了也已经很长时间了，穿它打球也差不多达到了10小时左右。在后来呢，并没有出现过于严重的打滑现象，可能这双鞋外底的橡胶需要稍微磨一下，抓地力会变得更好一点。但是我始终都感觉它后跟的抓地力是非常不稳的，而且每一步落地的时候都感觉到来自这个尖角的这个生硬的感觉。下面我们来看这双鞋的中底配置，这也是很多人非常看重这双球鞋、非常期待这双球鞋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以国内999的原价而采用了全掌 Zoom Air 的设计。这双鞋的全掌的 Zoom Air 是放在中底的下部分的，也就是它的下面是直接贴着外底的。说实话 Zoom Air 的感觉没有非常明显的软弹，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的。在前掌的地方，这双鞋还是相对比较贴地的，脚底下面离 Zoom Air 中间只有非常薄的一层 Phylon， 反应性呢前掌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也不至于非常的拖沓，场地感其实还可以。在前掌的表现呢，我还是基本满意的，但是在后跟的地方呢，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双鞋后跟的重心要比前掌高很多。从拆解图也可以看到，后跟的 Zoom Air 上面是凸出来一块非常厚的 Phylon 的，但是后跟缓震的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稳的，而且后跟在跑动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不错的能量回馈，所以它整体中底性能我还是非常满意的。然后来到这双鞋被人诟病很多的地方，就是包裹性和舒适性。首先来看它的版型，这双鞋我是在国内买的，是国内卖的 PFX 版本，也就是 Performance Fit 加上 XDR 橡胶外底。我拿这双鞋和我们这边专柜上的对比了一下，发现的确宽了很多，不光是鞋楦加宽，里面的空间更大，而且外侧的 Phylon 中底也更突出一些。我一开始还担心穿这双鞋前掌会不会感觉过宽，但是我试的时候发现其实还好。上脚的第一感觉就是整体的包裹是非常舒服的，前掌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要比国外的版本要宽一点点，但是你把鞋带拉紧之后，它里面侧面有2片类似 fuse 的材料，鞋带孔是通过带子固定在那2片材料上的，鞋带拉紧之后可以给我非常好的包裹感。前掌的空间呢也非常的合适，相比国外版本呢，国内的 PFX 版本肯定在前掌的地方是要更舒服一点的。
刚穿上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好，但是一旦我把鞋带从上面系紧，把魔术贴贴上，开始打球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双鞋的脚踝部分实在是非常的卡脚，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穿这双鞋的人都遇见了脚踝地方卡脚的现象，但是卡脚的位置各不相同，有的是内侧，有的是外侧，有的是前面。我卡脚的位置呢是魔术贴里面鞋带孔和鞋带还有鞋舌边缘交接的位置，因为它的材料都比较硬。我一开始真的对这双鞋有点绝望，因为我穿了2、3次，脚感一模一样，完全没有磨合开的感觉。我觉得这双鞋可能就已经凉了。但是有了之前 Curry 4的经验，就是很多时候球鞋你只要下决心去磨合，是会出现奇迹的。到第5次穿的时候，我终于感觉这双鞋脚踝的地方比以前舒服了一些。之前那种特别明显、特别疼的卡脚的感觉慢慢的消失了，也变得比较舒服了。但是脚踝部分的异物感一直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对这双鞋感兴趣的人呢，一定要去店里试穿这双鞋。在尺码上，我建议大家是买正常尺码，因为它鞋内部的空间是非常足够的。但是如果你的脚背宽或者是脚比较肥，如果你穿不进去，我建议大家是最好放弃，而不是说委曲求全买其他的尺码。下面来看一下这双鞋的材质吧。在材质上的运用呢，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虽然它整体都采用了泡沫还有塑料，上面这个盖子呢都是 fuse 材料，但不是那种最低档的 fuse 材料，上面还是有一些纹理和质感的。虽然它的设计呢很像我说10几年之前的那种全皮的大面包鞋，但是我觉得这双鞋的结构如果采用了真皮的话，它的质感可能会掉得很快，皱褶什么的会很多。如果采用这种 fuse 材料呢，它还能更耐用一点，而且整体的鞋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硬挺的。所以材料的运用我觉得还可以，也不能要求太多了。而且我觉得这种材料的使用可能是目前对于这种鞋型来说最好的材料选择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材料了。但是由于这双鞋中底非常的大，而且它的后跟有一个非常大的泡沫的承托盘，鞋帮又有绑带，里面又有双层的设计，整体的重量呢还是比较重的。44.5码单只的重量是480克，上脚的感觉也是偏重。但是我觉得它能比 Jordan 32稍微轻一点，也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它们中间的差别无非就是一片 Fly Speed 塑料板。下面来看它的支撑性和保护性，这个不想说的太多了，我直接给它一个 A+ 的评分。整个球鞋的支撑性真的特别好，尤其是外侧这个超大的中底上翻，可以达到很好的防侧翻和侧向稳定的效果。外面的这个罩子呢，能提供额外的支撑，而且里面的结构也非常强。而且脚踝的地方锁得也非常死，也没有什么不跟脚的现象。后跟这个 Phylon 一体成型的承托盘也给后跟非常强大的稳定与支撑。而且在中间呢，它还开了一个口，这个位置呢可以使前掌和鞋帮的地方呢达到各自独立的效果，也不会产生特别板脚的感觉。所以这双鞋的支撑性和保护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来看透气性，这一点也没什么好说的，真的是差到了一定程度，也可能是最近最不透气的球鞋。这样的材料，这样的结构，真的对透气性不能有什么要求了。只能说，如果你脚比较瘦的话，白色的盖子下面和球鞋的内衬中间还是有一点点的缝隙，这可能是球鞋唯一可以透气的通道了。而且它也采用了厚实的 Ultralight 鞋垫，也产生一定的吸汗效果。下面来说耐用性吧，外底的这种纹路呢，看起来还是比较脆弱的。但是这个 XDR 外底材质感觉还是比较硬的，很多人说国内卖的 XDR 没有用，都是样子货。但是以我在欧洲这么长时间买实战鞋的经验，经过对比发现 XDR 的确是有用的。借这个机会就说一下 XDR 的作用吧。XDR 的耐用性并不是说你打外场水泥地更耐磨，能多穿多长时间。它的耐磨性主要其实表现在内场，还有条件比较好的塑胶场地。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虽然是在内场，但是球鞋的磨损也都非常严重。但是这双鞋我打了这么多次以后，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磨损，所以我在这儿必须洗白一下这个 XDR 还是有用的。然而虽然它的外底材质还是比较耐磨的，但是它这个纹路看起来还是相对比较脆弱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室外太粗糙的球场去打球。除了鞋底之外呢，这双鞋结构上看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非常结实耐用的。但是有一些小细节让我有点无语，就比如说这个后跟黑色的材料，它是会掉沫子的。很多时候我打完球之后发现前掌的内侧会变黑，这已经是我经常处理之后的结果。如果我不清理的话，可能这一片全都是黑的。就是在很多时候，两只脚在打球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刮蹭的时候呢，这个黑色的泡沫就会印在内侧的 Phylon 上面。
还有之前我说我在球场上摔倒的那一次，滑出去之后，后跟的这一块承托盘在地上划了一道特别长的黑印子，这一点让我感觉真的是有点无语。本来非常干净的白黑配色的球鞋，每次打完球之后都自己把自己弄得满脸花。下面来看性价比吧。从原价上来看，这双鞋的性价比真的是很不错的，已经很久没有在 Nike 看到这种1000元以下的球鞋采用了全掌 Zoom Air 的设计了。现在我已经不太能想起来上一双1000元以下而采用全掌 Zoom Air 的 Nike 球鞋了，可能是 Zoom BB 系列，也有可能是 Hyperrev 1代，但是 Hyperrev 1代好像定价是1000以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科普一下。总之，这双鞋从方方面面来看，它1000元以下的定价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目前来看，这双鞋好像没有太大的降价空间。但是我觉得，即使你用原价来买这双鞋，它的性价比依然是让我满意的。好了，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双鞋，它的优点呢，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在1000元以下的价格使用了全掌的 Zoom Air 气垫，同时它的用料也非常的扎实，支撑性和保护性都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除了脚踝这个部分一开始会非常的卡脚，需要很长时间磨合之外，整双鞋的包裹性和舒适性也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身体素质好、爆发力强的球员穿着。同时，我觉得这双鞋非常适合内线球员来穿着。然后再来看缺点吧，这双鞋的缺点也是挺明显的，比如说后跟部分的抓地力不好，整双鞋的脚感稍微有一点点笨重，后跟到前掌的过渡也不是很好，还有脚踝的地方一开始会非常的卡脚，需要很长时间来磨合。而且由于它特殊的球鞋结构，导致这双鞋比较难穿入，而且非常的挑脚型，脚特别肥或者是足弓特别高的人呢，不适合这双鞋。还有最后就是几乎为零的透气性。那么综上，我给这双鞋的综合评分呢是 B+。好了，关于这双 Jordan Why Not 0.1 的实战测评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也入手了这双鞋，并且已经实战过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面给我留言，分享你们的实战感受。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Instagram， 并多多给我点赞、评论还有转发。同时记得关注我的各大视频平台，优酷、YouTube、B 站，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更新。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你们的观看，感谢你们的支持。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